早上好，黑妞。哦，早上好。黑妞还好啊，那个咪咪一天到晚就咩咩叫。昨天晚上下了一个晚上的雨，一个晚上虎妞就住在那个大门口岩石下面，大黄、小六、铁头住在旁边的岩洞里，还是虎妞独自在这里。昨天一个晚上就睡在这个地方。好了，早上好，他们呢？哎，大黄、小六、小虎，哦，不是，铁头。小六，你每次殿后。这个小虎手夹真的是很好。好了。今天看样子是个好天气了啊，因为早上起这么大雾嘛。大伯在那里看什么，伯伯？哦，大伯又放了几个鱼笼啊！今天米罗鱼龙虎也是10家伙了。啊，你看到看了？今天啊也进不了山，草丛都是湿漉漉的啊。铁蛋，哎，铁蛋，你现在都不欢迎我了，铁蛋。哦，你急着去吃饭了是不是？现在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，大伯把铁蛋晚上是关在这里。小孩子的一个棉袄啊，关在这个地方的话，背风啊，空间又小嘛，暖和。村里这几天啊，一直都在丢鸡，也都是酒精黄啊。铁蛋是不是误会你了？铁蛋，哦，误会了，那你再委屈一段时间啊，好不好？虽然说不能确定是不是铁蛋啊，但是还是先把它拴着吧。那现在去看一下有多少鱼。虽然说没多少麦穗鱼了啊，但是每天弄一餐菜应该是不成问题。这是第一个，要求不高啊，一个鱼笼有10个左右就 OK 了。哎，这几个啊，要大的的哦。有啊，差不多有10个，而且这几个麦穗鱼还不小啊。还有一个小鲫鱼哦，这个还不错。大伯昨天放的就是蚯蚓和米饭，10多只了。这个小鲫鱼是很不错啊，鱼应该叫条啊，我们这边习惯性的就叫个。哎，那么只看到2个野鸭子啊？总共是6只野鸭子啊。他说那边还有几只。哇，不错哦！哇，这下发财了！你看这2条大鲫鱼，都是鸡骨子哦。有3种饵料啊，米饭、蚯蚓、发酵成熟的菜籽饼。那以后就用这3种吧。这种鲫鱼如果说弄到10几条就 OK 了。去吧，刮到后面这根树枝了，就怕刮到这些东西啊。也可以了，有这么多麦穗鱼啊，差不多7、8个。刚才还突然响了一声雷，响不响雷啊？今天都进不了山，因为昨天一个晚上的大雨啊，山里面不但湿滑，树叶啊、草毛啊，全部都是湿漉漉的。这是大伯的酒精黄，也没几只了啊。这个我估计5、6斤啊，很压秤的这种，很笨，遇到危险了也不知道飞，不知道跑。那可以啊。哇，这么多！这上面还挂了很多啊。
哇，这有好几十只，好几十条了，你们拿去用吧。米饭，也就是搞成稀饭了。蚯蚓，发酵成熟的菜籽饼，这点的有一餐了啊。哇，看样子又不错哦。看着这鲫鱼在跳，我就兴奋了。这么多，这是第几个啊？第5个。第5个，都吃不完了。总共放了几个？总共那边有3个圆的，这里是6个，那个9个哦。哇，这个烂点了，都漏掉的。哦，通了一个眼啊。对面的老人已经开始做早饭了，我们这边都是柴火，所以的话哪家冒烟了啊，就是在做饭。这是第6个，这个看样子应该也不会少啊，因为配料都是一样的嘛。你细了看，哇，这个没几只，出去吧。有的朋友说养鹅防野生动物啊，鹅是最容易被野生动物捕食的，因为它反应太慢了。这些都是野生猕猴桃树，基本上这么高的树啊，老人也没办法摘。有的朋友他说摇一下树就下来了，那种是熟透了的，没熟透了的你怎么摇它都不会下来的。三蛋，洗早饭了。好啊。这什么菜嘛？肉和豆腐啊。哦，那好菜好菜，南瓜嘞。南瓜。都是好菜。我们这边都是像这样一个大火坑。耶，你辣子也看啊？烘干是没？哦，昨天下雨啊，他想把它烘干。有的朋友他说，怎么我老是喜欢翻人家的碗柜啊？我和村里不管是哪位啊，关系都非常的好。年长的好，年轻的也好啊。所以的话，根本不忌讳这些东西。这就是以前的老碗柜。这碗柜随便说都是好几十年，它这个设计还是比较人性化啊。你们看，不用玻璃，不用木板，我们这边很多是用木板，它这种的话用纱窗，就是透气啊，就是菜啊不容易馊啊。你们看到那些绿油油的植物啊，都是葛藤。这边也是，我们这边最顽强的植物，可以说就算是葛藤了。刚才这根绳子拉断了，怎么会拉断呢？看一下拉断了能有多少？很粗的尼龙绳的，一拉就断。哇，也不少哦，还有一条大鲫鱼，还是要经常变换配方啊。今天就是多加了一个米饭和菜籽饼啊，之前的都不用了，就收获满满。就像人生一样，一条路走不通的话，就换一条路吧。这么多了，这是第8个，也不少。最后一个，看样子也是不少啊。不错，也有这么多，还有小鲫鱼哦。收获了这么多，和点辣椒啊，有半锅了。突然间又起雾了，这个雾气里面也是带有水分的。你老实交代，前段时间村里那位大伯的家是不是你咬的？这几天村里老是丢鸡啊，同样是9斤黄，都是2、3斤的。如果一直这样丢下去的话，那就有可能不是铁蛋啊。你说你这么乖，怎么会咬鸡嘞？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联系不上嘛？你说你这么乖巧的狗去咬鸡，是不是啊？不可能嘛？你说是不是铁蛋？好了好了，再委屈几天啊，再看一下情况啊。拿鸡到它旁边做试验，它就趴在一边动都不动。人走开，它同样是不动啊。鸡了用绳子就是捆在旁边嘛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明天来看你啊。
那是什么？牛皮小哦，牛皮鸮就是格桑鸮啊，学名。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叶子啊，等一下，它这个叶子的话，同样的和土人参一样是对生成心形，但是的话，土人参没有这个小凹陷啊，你们看一下这个小凹陷吧，而且土人参它的叶子啊，边缘有锯齿状，但是折开的话，里面同样都有白色的浆液物质溢出来啊，土人参更明显一点啊，它这个不是很明显啊。这个根的话，根不算粗了啊，但是这个可能不壮啊。原因是什么？这么粗的藤，就是因为这个土质比较薄啊，因为这全部是搭了混凝土地面了。这是一个水库坝，这也都是啊，格桑鸮啊，这里也是。大伯说格桑鸮的话，就是有痔疮的人啊，他说吃起来好。其实这种就是助消化的啊，特别是吃的油腻的朋友不消化的，一般来说都是吃这种。我们这边呢，都是艾乐库哦，艾乐库呢。这种的话，一般来说它根部不会很壮啊。一般来说要土层比较厚的地方，特别是土层蓬松的地方，它根部才壮。那我们看一下能挖出多大吧。叠的水泥不？啊，都水泥啊。你看，所以的话根本就没什么土层啊。不过不要紧，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。那这个没办法挖啊，因为一挖的话，把这个水库坝都挖掉了，那就没个把掰紧开，可惜了，这一排过去都没办法挖。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好吃的。在这什么？这是牛皮癣。哦，也是的啊。哇，这根藤粗啊，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方是没有岩石啊，都是这些土层，而且是斜坡，应该好挖。这么蓬松的土啊，根应该是不会小。一般我和大伯挖山后啊，都喜欢找这些斜坡。斜坡的话和平地比较起来啊，它斜坡稍微挖一下就出来了。哦，挖烂了，不要紧。够短的。够短点，不要紧。反正知道在这一节就可以了啊。再不大的。可以，再可以。挖破了一点皮，像这么粗的已经算是可以了啊。挖断了一点，然后大伯又把它重新的把它罩起来，等到明年的时候，它又会重新的发芽，长一节格桑鸮出来。不管是格桑鸮啊、黄金啊、百合啊，都是一样的啊。我们这边挖的话，都是要给它留一节。你吓我一跳，你这个虎妞！哎，你这你就，你现在不能欺负铁头了，虎妞。走吧，你现在欺负铁头，有粉丝朋友建议要好好管教你了。走，还知道欢迎大伯啊！今天收获了不少的小杂鱼，还挖了一个格桑鸮，大伯在后面还挖了一个百合啊。外面的雾气越来越大了，我头发都湿了。那现在弄饭吃。这个格桑鸮在山上找到了，基本上都是生吃的。这种可以生吃啊，就是吃起来有一点点的涩口。这个硬度啊和红薯差不多啊，就是那个硬度，就是生红薯了。试一下，好久没吃了啊！你看切开了也像红薯一样。你也是哈？啥吧？怎么样？有点过点味。有点那个甜味。我吃红薯一样的。红薯啊。我吃起来带一点涩口，大伯吃起来带一点甜味。现在都10点多了，因为雾太大了嘛，所以的话看起来好像天还没太亮一样。离村里有一点距离啊，所以走一段山路就热了。我吃一下有没有甜味啊？一点点啊，但是我吃起来还是有一点点涩口。基本上我们这边的人到山里面去了，挖到了，
就直接洗一下，有的就是泥巴洗掉嘛，皮都不削，直接吃的。这种如果说你消化不良，特别是吃的太油腻了那种消化不良啊，你今天吃，晚上或者第二天早上就 OK 了。所以它又叫隔山椒。就这个叶子啊，炒菜也是非常美味的。不过叶子的话要等到5、6月份，那个时候比较嫩嘛。现在它都下树了。比红薯稍微硬一点。你看它这个蓝样子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这么咩咩叫。雾开始有点散去了，那看下午天气好不好？下午天气好的话，还是要进山去管理蜜蜂。今天的食材有姜蒜、隔山椒、青椒、瘦肉、百合，还有一盆小杂鱼，给黑妞留了一点啊。现在外面雾很大，温度很低，但是蜜蜂还是照样出勤啊。我养的这种是土蜂，所以的话，在本地长期繁衍生存下来，已经适应了我们这边的气候了。先打一个隔山椒百合汤，再加入山泉水。就是把百合、隔山椒的养分啊煮到汤里面去，也挺浓的啊。起锅，1碗隔山椒百合汤，煎鱼啊，油就是要的多一点。先煎鲫鱼啊，鲫鱼啥事？就放了一半啊，就这么小半锅了。这边还有这么多，内脏全部都去掉了啊。新鲜鱼如果不去内脏的话，那就很苦了。这种小杂鱼很容易煎出香味来啊。起锅，炸鱼后的油，起锅，一盘小杂鱼，一个汤一个菜了啊。这是酸肉和腊肉的油啊。隔山椒炒肉啊，这是第 N 次吃了啊。不但可以生吃，晒干了当茶泡，熬汤、炒肉、烧着吃都可以。这个枕头软和哎。今天这个雾散不去了。青椒、姜蒜，再加入山泉水收一下汁。OK 啦，
一锅隔山椒炒瘦肉，这边还有一碗隔山椒百合汤，还有一碗小杂鱼。外面很大的雾，今天是没办法进山了。这是隔山椒炒瘦肉，涩口的味道吃不出来了啊。一点点甜味吃得出来了，这种是炒熟了啊。感觉也像吃土豆一样。这种是今天在大伯那里捕的麦穗鱼，感觉我们这边原生鱼当中就是麦穗鱼和鲫鱼好吃一点。要我排名的话，鲤鱼第3，鲶鱼最后，花鲢比鲶鱼好吃一点，然后就是草鱼。这种是鲫鱼，全部都炸香了啊。有的人说怎么不吐骨头？一咬到嘴里全部都酥碎了，哪来的骨头吐啊？全部都碎了。刚才吃的是头部，没任何要吐出来的，就感觉不到有骨头。这样煎香了，然后再这样炒的话，口感非常不错。这个汤的话是隔山椒百合汤。把隔山椒和百合的那些养分啊，全部煮到汤里面去了。我们这边这样，其实隔山椒百合汤啊也是家常汤菜啊。然后汤也如发的你嘞。也好。昨天下了一个晚上的大雨，一个晚上雨都没停过啊。那个虎妞的话，一个晚上就住在我那个大门口那个岩石墩上面，上面是下雨了啊，特别是下大雨，上面是漏雨的。所以昨天晚上、今天早上，虎妞的毛都是湿的。大黄、小六、铁头，他们3只家伙呢，就晚上呢就住在那个岩洞里面。那个岩洞是比较暖和的，比较干燥的，就睡在大柏枝的那个草帘子上面。那个虎妞傻傻的，就是不知道进去。刚才我们回来了之后，虎妞还是独自躺在那个大门口那个岩石上面。我下午给他做过窝嘛。给虎妞做个坡啊，背到岩墩高头啊。没在那淋雨嘛。哦，可以啊。大伯他说，等一下下午给虎妞做一个窝，就是放在虎妞白天晚上经常睡的那个岩墩上面啊。确实也需要做一个窝。我本来说上面随便挡一下雨，但是还是没有窝好啊。要不然虎妞的话就是不跟他们一起住。另外的话，我再说2件事啊，就是说，这个其实说了很多遍了，可能大家听都听烦了。这第一个是我这里是不允许接待，也不能接待，我也不想被打扰所以敬请理解一下啊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的话，我说了，我不带集市上的货，不带这些那些，我也不能单独为某一位朋友去买去发这样那样的，所以理解一下。你像这些山货土特产，到时候有的能上架的，我只能说上架。我不能单独为某一位朋友去做一件事，非常抱歉啊，敬请理解一下。比如说，很多朋友就说要的煎栗子，我不可能为某一位朋友去发，到时候我尽量和大伯多去找几天，收获了有多少上架多少，还有接下来的，比如说到时候隔山椒切成片啊，如果可以上架的情况下，我会上架一些，但是也不会单独为某一位朋友去发啊。另外的话还有金银子啊等等这些我只能这样说，统一上架。集市上的货我是不会带的，因为那个质量太参差不齐了。你比如说看到那个小河虾，你看到红彤彤的，很正宗，看起来就好吃，但是有很多那些东西我不便说的太明啊。所以的话，我不了解的情况下，不能确切100%的情况下，我是不去带这些不去帮或者甚至是某一位朋友去买这些东西。那今天的话哪里也去不了了那下午的话看一下，和大伯就给虎妞做一个窝吧。看明天天气怎么样。我明天又是我们这边的赶集日了。明天的话看到有品相好的狗还会买一只。好，那就分享到这里，明天见。